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洗小厨的菜园子。今天呢，我要以月季为例，来手把手的演示怎样种植裸根植物。在种之前啊，我先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做裸根植物。裸根呢，通俗易懂，就是根部裸露在外的。很多园艺店或苗圃啊，在销售多年生的植物的时候，会在它的休眠期销售一些裸根植物。通常以裸根出售的植物呢，它必须是多年生的。而且出售的时候是在它的休眠期，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一般是在冬季。冬季大部分的多年生植物都是在休眠期，所以在冬季出售裸根植物是最多的。很多苗圃呢会在冬季休眠期的时候把植物从土壤中挖出，然后冷藏保存，并且在短期之内，也就是冬季的时候把它销售出去。裸根植物的好处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便宜。它比一些盆栽呀、袋装的植物便宜很多，而且裸根植物的品种比较丰富。如果你想买一些特殊的品种，通常恐怕只有在裸根的时候才能买到了。那么今年呢，我也买了不少裸根植物。今天呢，我刚好就收到了一颗裸根的月季花，是爬藤的。现在我来打开看看。这一颗包的还挺好的，里面放了一些纸屑。这个品种呢叫 Kiss Me Kate， 是一种爬藤的月季。打开，买的时候网上写的是裸根的，但是它邮来的时候包装的还不错。这个口袋里面添了一些土，来保持这个根部的湿润。现在我把这个土袋子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根部，就是这样一根，然后这个根部其实你看，它用橡皮筋缠住了，把它打开。现在呢，我要开始种了。因为我们收到这个裸根植物呢，一定要尽快的把它种到土里去。如果不尽快种呢，这个根部呢可能就会干死啊，或者是烂掉啊，反正就是会很容易受损伤。所以如果你收到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种，那么至少你要先把它种在花盆里，然后把这个临时的带着植物的花盆呢放到有些光照并且没有霜冻的地方进行保存。同时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地方和容器，然后把它移植过去。拿到这种裸根的植物之后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修剪一下，把那些比如说死根呐，或者是有损坏的根都把它剪掉。但是健康的好根一定要留下，不要把健康的好根剪短。虽然剪短了容易种，但是成活率就低了。像这些健康的，这根根这根这个粗的都很好。这个死根没有死根都不错，没有需要修剪的。如果要是有一些黑的发黑特别黑的，然后一看就是死掉或者损坏折断的，那么就干脆剪断它。我这个还好 OK。 不用怎么修剪我先打1桶水。我装了半桶水，水的深度呢就是可以没过根部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根泡在这个水里，不够，再来点，这样就可以了。一般呢，玫瑰这种木质类的植物呢，在水里泡几个小时，我打算泡2到3个小时就够了。但一些草本的植物呢，不需要泡这么久，泡个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这样泡水呢，可以让根部吸水，有助于恢复根部的活力。那么我们先泡一会儿。那么我们在泡水的功夫呢，先来进行下一步，就是挖一个坑。今年呢，我在这个菜园的入口处搭了一个这个架子，拱门吧。这棵花呢，就是为了这个拱门架子买的，所以呢，我这个坑就要挖在这个门边。之前这个地方种过别的菜，所以在底下垫了，所以这块有一层布。需要挖一个比较宽大的坑，
宽40到50厘米，深30厘米左右的，就差不多。看这底下已经见了黄土了，这黄土呢，种东西就长不好了，土质不好。通常种这些植物之前，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啊、木质花卉之类的，就要挖一个比较宽大的坑，然后添一些好的、适合植物生长的泥土。好了，基本上这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等着根部泡好之后进行栽种了。好啦，现在这个桶里的玫瑰枝条已经泡了3个半小时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种到刚才挖的坑里面去了。旁边的这个是隔壁的茉莉花的根系，这个离得有点近，可是没办法，条件就是这样的。这个坑如果是挖出来的土还不错，以后一会儿回填呢，可以用这个刚才挖出来土回填。但是由于我这个坑挖到底下是黄色的黄泥，不适宜种花，也不适宜种植物，所以我刚刚买了一袋玫瑰土。这个是专门种植玫瑰啊、山茶花或者是杜鹃花的酸性土壤。这个土壤的 pH 值在4.8到5.8之间，所以非常适合喜欢酸性的玫瑰或者是杜鹃花、茶花。我现在把这个打开，我先倒一部分到这个坑中。倒了半袋，我现在把刚才的坑呢埋了一半的土在里面。现在取来刚刚泡好的这个月季的裸根苗，在这个阶段呢，先插杆子后种苗。我这个呢是爬藤月季到时候就会往这上面爬，所以呢我插不插杆子都行我用一个竹竿把它插进来，插到这个刚刚挖的坑中，准备种的玫瑰的位置旁边。这个杆子主要是用于支撑作用，因为刚种进去的根部还没有锁住这个土壤，所以很容易倒，被风吹倒啊之类的恶劣环境下造成的。所以我们先插一个杆子，然后种的时候使这个根部呢均匀的分散到土壤的周围，这样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帮你扶一下是更好的，没有人扶呢，就尽量的用手自己扶一下，一只手扶着，另一手倒土。这一袋土对于我挖这个坑来说，种这棵玫瑰正好。看看，哎，然后土埋的高度，我们可以量一下，拿一个铁锹。如果不知道倒土倒多少的话，可以放一个铁锹。玫瑰的根和那个树冠的交界这个点，就是你土倒的水平的位置，到这个位置。把根部都埋进去就好，不要把树冠埋太多，要到这个土就是刚好是根和树冠交界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就是当时这棵苗从土里拔出来的位置，在苗圃里它就是这样种的，我们就要保持这个位置。用脚踩一踩，使土更实诚，然后没有缝隙，根部的缝隙更少一些。哎，好嘞。接下来我要
回填一些刚才挖出来的比较不错的上面那层土。好嘞，现在土填完了呢，我们这一步就要把这棵枝条和旁边的竹竿绑在一起。绑竹竿的时候，这样拧一下。我一般喜欢绑的时候，不是直接绑在一起，而是绑的时候使用这种中间交叉拧一下。套上，然后再去绑这根枝条，不要直接绑在一起。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来浇水，在这个位置浇水就 OK 了。浇水叫定根水，可以使根部与土壤更密切的接触，填补土壤和根部之间的各种空隙。然后使根部呢更迅速的发挥它的活力。这个水可以分几次浇完，慢慢的等它渗进去之后再浇一点。OK， 这就是我刚才泡根的水，可以啦。这样就基本上种好了。在这里啊，很多人在种的时候喜欢施肥，我没有施肥，原因有2点。第一点就是我使用的这个土呢是专门种玫瑰的酸性土，土里本身有一些营养物质。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一般种裸根的玫瑰也好啊，各种其他的植物也好，裸根植物在种下的时候不建议当时就施肥。因为施肥过早或者是施肥过多，会使刚刚种下的根部啊，本身它就没有在土里安家呢，它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如果你施肥过早，会使根部受损，反而使这个植株长不好，可能会降低成活率，然后更容易死掉。所以我一般是不会在种裸根的时候当时就施肥的。施肥的时间呢是在种植之后，种下去之后1个月左右，1个月之后，至少要相隔4周。那么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就种好了。因为它是在休眠期，所以这1个月呢主要就是根部的稳定，所以在春天发芽之前种植这些裸根植物是最合适的。接下来我就等着它春天发芽喽。期待的这个爬藤架上会开满了漂亮的刁蛮公主，这个花叫Kiss Me Kate， 人称刁蛮公主，也叫文我凯特，是德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多重花瓣的，每一朵花大概直径有8到10厘米，然后每朵花的花瓣会超过41个，非常漂亮。以上这部分呢，就是我今天刚刚种植裸根月季的过程。其实种植其他的裸根植物也大同小异，重点就是在种植之前先要浸泡水，使根部吸收足了水分，然后再种下去。种植的季节呢要在休眠期，也就是大部分植物都在冬季。如果你那边很冷的话，有霜冻出现，那么就要在根部我种完之后啊，要覆盖上一层覆盖物，地膜啊、稻草啊。总之就是保持根部的温暖，不要让它冻住。冻住的话，基本上成活率就降低很多了。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当时施肥。如果要是用那个有营养土、种植土，有一些营养的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营养呢，也不要即刻马上施很多肥，放一点点温和的基肥其实是 OK 的，但是千万不能放太多。我一般就是不放。等种了1个月之后，基本上根部已经开始有活力了，扎稳了。1个月之后施肥。其实裸根植物呢，不光是玫瑰啊，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买裸根植物。现在呢，我就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你都可以买什么样的裸根植物来种。第一种啊，就是裸根的月季玫瑰，这种是我刚刚种完了，不多说了。第二种呢是果树。很多裸根的果树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种的，而且便宜。你买果树苗的时候，裸根要比盆栽便宜很多。其次呢，草莓也可以，还有就是裸根的芦笋，这个
我前两天买了一颗紫色的芦笋，这是裸根的苗。芦笋用根种比用种子种能快至少1到2年的时间。再一个呢，就是树莓覆盆子，英文叫 raspberry。这个呢，在冬季的时候，也可以在园艺店看到裸根的这个树莓。其他的还有一些灌木，还有一些观赏性的树木，作为美化用种在花园里，也有很多是裸根的。总结出来，综合一点呢，就是裸根的植物呢，都是多年生的，1年生的就没有卖裸根的了。如果想种呢，趁冬季，或者是如果您现在这里不是冬季呢，等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能遇到合适的你喜欢的裸根植物，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冬天种一下哦。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关于裸根种植、月季和裸根植物的分享。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对种植裸根植物心里会有数。喜欢的朋友请帮我点个赞吧。喜欢家庭园艺和种植的朋友，请继续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我会定期更新和分享咱们有趣的家庭种植，带你一起体验有趣的田园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节目，咱们下一期再会。